台湾民主台湾1到新台湾守护台湾民主台湾1到新台湾。哈哈哈哈哈！我们要去赖清德和肖美琴的竞选总部去看一下。百灵果的那2位主持人啊，凯丽他们啊，答应跟我们一起去。我们约好在民进党的竞选总部门口碰面。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应该是在比较核心的区域，不像侯友宜的竞选总部是在新北。民众党呢好像也比较远。我们计划明天去民众党的竞选总部去看一下。一路上啊，现在马路边上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竞选广告。这是民众党的弃蓝绿保台湾。门口都是接孩子的家长，跟大陆好像啊。他在那个公园里面吗？啊，边上是吧？公园后面，这个公园后面有个路。哦，这环境是不错啊。这个算是比较早的改成公园，就是把以前工厂上的房子改成公园。这地方来有华山文创。那这个就是这民进党选这个地方做竞选总部挺漂亮的哈，这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估计。他们应该已经到了，约的是4点15分左右。Hello， 嗨，你们好啊，你们好啊，好久不见，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呀，你还怀孕了，恭喜啊！对啊，我怀孕还陪你出来的。哎呀，真的我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先说我们没有把握，你进不进去？哦，你好，我们进去拍一下可以吗？可以的哈。哦，可以，好。这个地方我有印象，4年前就是在这里。真的？对，4年前我来过。凯丽，我录一下。他这楼上是民进党总部是吧？哦，好像是对吧？旁边的。对，我4年前。漂亮的耶。对，我4年前我就有印象，我4年前就住在旁边，然后他们晚上造势就在这个马路上。哦。啊，这地方你们来过没有？没有啊。没来过。我们这一次就直接在电视上看竞选总部。哦哟，他们弄棒球队哦。啊，台湾队。小美琴。啊。哇，没有，他就头发放下来。哇，这搞得好年轻啊！是不是？有点过于年轻了，是吧？啊。哦，我看这是什么？这是大家写的心里的话啊，赖富美琴，你们一定会成功。大多来台湾移民的港人都支持民主，远离大陆。国会过半。这是蔡英文，对，这是蔡英文写的啊。蔡英文写的，这边有空白的，里面有。好。We are team 啊，台湾队。写一个哦。统一中国。这是赖清德，这个是谁写的呀？赖清德自己写的。啊，赖清德自己写的，国会过半。啊，守护台湾民主和平。你要写吗？我写了，会不会算是这个借选台湾呢？你反正你都写，你全部都写，没差。我写什么呢？我写民主自由守护台湾，是吧？王菊海岸，我挂起来，我挂在蔡英文总统旁边。你看，我在这儿，蔡英文在这儿，你看到没？这你跟他最接近的一次啊。别这么说，还会更接近好，的，希望你对不对？抢得到他。对，是的。我们是在日本做 YouTube 的媒体啊，我们过来就是想看台湾的大选，然后呢就是竞选总部我们也看一下。
如果要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竞选总部都做什么呀？可以，只要我们团长比较好嘞，好嘞，因为好嘞。我们小咖不可以。没关系的，你也很好。好，你好。请问是？我们是在日本的做 YouTube 的媒体，我们在台湾来看台湾的大选。哦，OK， 好，那我们这边有那个日文导览。哦，我说中文就可以。哦，是哈。啊，对，中文就可以。好。你们还专门派了日文的。哦，我们这个是专程从日本回来要来投票的。哦。嘿，麻烦您站在这边。哎，好嘞。想要让你们体验一下哈，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对这个场地有什么感受？这个场地啊，就比较宽阔。你看这个整个布置的一些那个设计，有什么样的那个感觉？像一个球队嘛，这不是棒球吗？对，是吧？对，因为赖清德他本身很喜欢棒球，他也打过棒球，但这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因为赖清德他注重的是棒球的团队精神，还有队员之间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默契，还有合作，这个是他希望的一个团队，大家要有这个共同的精神，才能够把台湾带向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团队叫做 Team Taiwan。所以我们这里除了是一个球场，这是棒球场是吧？对，这里是本垒。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椅子就是那个球员休息室的椅子然后我们这边有三个区块。那这个区块呢，就是做一个自己的签名的应援球。好，那你提出去以后呢，赖清德就会跳出来。然后会有一个有趣的影片。你是说在那个地方是吧？对，这里只要签个名，赖清德就会跳出来了。对，在这个那给我们演示一下。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好的。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留言墙这个我刚才已经看到了。对，那留言墙呢，主要就是说让大家把你心里想要对赖清德或者是萧美琴讲的一些事情心里的话，或是加油鼓励都可以，那你就把它写出来。那我们这里呢，从1岁到99岁都有。比如说有一位90几岁的老爷爷，他本身是帕金森氏症，然后呢，他还是要求他的小孩子把他推来这边，然后你知道就是要写这个，对，他就是要写这个，然后用他颤抖的手用日文写了一个干巴嘞他是因为他以前受日本教育所以他就用那个写干巴嘞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赖清德，然后他也很感动那事实上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上传过去，然后告诉他里面的一些小故事。有批评吗？批评少吧，比较少，比较少吧，比较多。对呀，我觉得好像批评不太会在这里面写吧，是吧？批评如果说有批评，我们还是一样会送上去给他看。上面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赖清德跟萧美琴，那这个不是照片，这是 AI 做的，是。也就是说，我们这边除了温馨的故事以外，我们还展现了台湾的高科技。那萧美琴呢，本身她是在神户出生的，日本。对。是吗？是。他是在日本出生的。对。我还以为在美国出生的。没有，在差不多1岁左右，他才爸爸把他带回到台湾。然后差不多中学的时候，然后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再到美国。对，长大以后，在美国的图书馆工作，攻读，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我知道的台湾，原来不是学校教的这个台湾，而是它有另外一段历史，所以说他才会开始说我要为台湾做一些事情，所以才会回来参加一些运动。我知道他参加立委选举，参加那个县长选举，慢慢就踏入政坛这样。那他最后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对。这张是非常温馨的，就是这张第一张是吧？这张是吧？这张是非常温馨的。然后他们在笑称说，这张是可能以后变胖的赖清德。就是每个画风都不一样。1180。1180。那它的事实上这个价格呢，就是说
等同于你捐了1180块，但是你可以拿到一件这个 T 恤，或者是说你喜欢这个夹克的话，你捐3600，你可以拿到一件夹克，就这个概念。这边你看到的是那个有彩虹的颜色，好，那这个是民进党它是一个挺同婚的一个政党。哦，彩虹旗，这是彩虹是吧？彩虹旗，对。哦，那台湾呢也是世界第一个通过同婚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两性平等。那赖清德呢，在女性的造势场合的时候，他一定系紫色的这个丝巾。哦，对，这表示他支持同婚是吧？他尊重两性平等，两性是平等的。哦，对，因为赖清德他有养那个流浪犬，所以说我们有9位画家，好，那他们就是做了9个短影片，它的那个主题叫做《赖赏你我》，总共有9集。那因为在网络上面受到很大的欢迎，我们为了感谢这9位画师，好，免费帮他做这个，所以我们有一个拼图的组合，哦，台湾一起拼，好，那这个拼呢是拼图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拼搏的意思，对，那在台语呢叫做台湾做伙饼，哦，你那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哎，你这日语挺好的。有这个意味在，所以说这个拼图它有双重的意义。这设计也蛮好的。对。您这边呢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做一个那个自己的一个加油球。就是在这儿。我们要先扫那个 QR code。开始了。对。然后你就按开始。然后这边呢，球有6个缝线的颜色，你要挑一个。挑一个。对，好，下一页。然后这边有6句应援的话。你喜欢哪一句？民主自由。只能挑一个。只能挑一个字，自由。好，那你现在你现在开始做球了，来下一页。然后这边有贴纸。哦。你喜欢哪一个图案的贴纸？我把这个，比如说挺台湾这个放进去是吧？你这样第一面已经完成，来下一页。然后麻烦你在这个框框里面用手，等一下，要慢慢写，因为它字很粗。好，麻烦你慢慢写。哇，真的好粗这字。好，那签名完成。好，我们都会请那个客人带到这边。你按了之后呢，球会挤出去。然后我们会请客人在这边，然后我们帮他拍摄。好的，可以，没问题。好。你先把这个按下去。按这个是吧？对，你会听到锵一声。然后呢？然后你就赶快过来这边。然后干这边怎么到那边？赖清德就会跳出来。跳出来，然后我做什么？你可以，我们志工会带你带动作。好的。好，球击出去了，麻烦你赶快过来。哇，这不出来了吗？是吧？守护台湾民主台湾天台湾，守护台湾民主台湾天台湾。你搞得挺有意思的这个，这是我做的这个是吧？这是我做的，王志然嘛，看见了吗？再摇一下吗？可以再摇一下吧，是吧？好，然后呢，这边转完了之后，你的球，我的球就排在这个位置了，别人也可以看见，是吧？对。然后他会在这边一直转。然后，如果你运气不错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蔡总统的球他也会在这边转对，那这个就是自己做的那个应援球，也是我们最人气最夯的地方对，这做的挺有意思的，谢谢你。那我理解就是说，你们这个竞选总部其实是让这个支持赖清德和萧美琴的人，其实到这里头来这边来看一下，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还有就是说他们有意见也可以表达，或者说他们想要买那个纪念小物都可以。那赖清德他们平时会来这里吗？没有大事不会来所谓的大事就是说，比如我们10月18号，这里正式对外开幕的时候，
他跟蔡英文总统，就站在本垒这里，跟大家宣布说，我们竞选总部，正式开幕。在那个之后，赖清德宣布萧美琴为副手的时候，也是在本垒这边，那跟大家他们一起在这儿宣布的是吧？对，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刚刚介绍了一半，就是这里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亲台湾，后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中文的主视觉，叫做挺台湾，我们就取这个音。然后呢，事实上后面这边这座山是台湾的最高山玉山，它就是你大概看那个形状，它是一个亮面跟黑暗面的一个组合。那在这个山，我们台湾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台湾在心中，有这个意涵在。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设计的主视觉。对。所以竞选总部其实平时不是他们那些候选人，不是在这里头办公开会的地方，是聚集民众的地方，对，是吧？你们这都是你们这都是志工是吧？对，只要穿这个背心的，就是这种颜色背心的。我刚刚临时下来说我没有穿，但是我们就会挂这个牌子。那你们这里头有多少个志工啊？我们志工总共有160位，就是在这个竞选总部。对，然后每个人都会轮班，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志工会过来。那我们还有海外志工，就是这次为了投票，然后回来，然后他们也愿意来这边当志工的，那我们都会给他们参与的机会。对，那这个志工的话都是没有薪水的了，当然是吧？一点薪水都没有。当然，吃饭也要自己解决。我们只提供一餐，就是中午一餐便当。对，中午或者是晚餐一个便当。像我自己本身，我是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那包括我的停车费，我都自己付的。您是住的什么地方？我住在北投区。就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是吧？北投区在北边那边。那我光是开车过来，我要30分钟。那我每天。因为你是团长是吧？所以你每天都要来是吧？对，所以我这边的停车费都是我自己缴的。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志工，每天都要来这里？因为第一，我支持民主。第二，我支持赖清德。为什么支持赖清德？因为他的理念，民进党是一个照顾台湾人民的一个政党。他有很多尤其是在蔡英文主政之下，我们呢减少了很多的债务，然后也对外扩展了很多的外交，然后再加上说我们的国家的那个一些防备啊什么的，都比以前先进，而且进步很多。那所以我们对那个就是我们对民进党的信任度高于其他的政党。你是一直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吗？还是说，就是说这些年开始支持？应该说我以前是没有支持任何人。但是呢，我本身我在日本读书。我到日本的时候呢，我发现说，我们是台湾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是中国人？你是觉得？就是从国外往回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奇怪，我明明是台湾人，为什么人家都叫我是中国人？我是在台湾长大，台湾出生的，为什么是叫我？而且我的毕业证书上面写台湾，下面还挂着中国。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奇怪。那所以我就会去了解说，台湾现在的那个当时的地位外交是什么？那我就会有兴趣去了解。那你支持民进党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就是他这个认同是个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一点？对，是吧？对，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因为你觉得像国民党他们可能就是认同，更多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是这意思吗？对，但是现在几乎都差不多了，我觉得80%的民众，80%的民众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觉得国民党也差不多了。对吧？对，他们有很多人，他们也是现在也在强调他们是台湾人。对，就是包括其他政党，大家都在讲我们是台湾人。对，现在反而会讲自己是中国人的，大概就是以前那个从中国来的那些老兵，那些才会讲他是中国人。现在几乎都讲我们是台湾人。对，那你觉得这次
赖清德、萧美琴会赢吗？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是吧？对，我们有信心。是不是？我看这2天民调啊，好像也挺焦灼的，说是。对不起，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讲民调。不能民调，就是我看就是说，我不能讲民调了，对，我们不能讲民调，就是说，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赵少康啊、侯友宜啊，他们好像这个气势最近也好像有点那个。对，因为选举到了末期，就是大家都会凝聚各个党派都会凝聚他们最大的力量出来，所以说可能有些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上那个气势是在凝结的，那就是看谁的凝结力最强。嘿。你们看着怎么样啊？你们觉得怎么样？要买东西送你，来，跟我们去后面，我要买东西送你。你还买东西送我？想要买外套送给你。你说这个外套是吧？就是赖清德的外套。对。我穿这个不犯法吧？不会吧？不算这个借选吧？因为我们从海外来的，穿这个东西算不算借选？不犯法。没有去投票，投票那一天不要穿就好。投票那天不要穿就可以。对。现在穿不犯法是吧？现在都没有办法。你要试试看一下。一来你们没有投票权。对，我没有投票权。对。二来你没有进到投票被报你没有在投，你没有行使投票的行为的话，这个都是自由的。好像 OK， 这边可以看。我看一下。舒服吗？要再小一号。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如果我要去那个国民党的场子，会不会打我？我觉得你穿这个去啊，柯文哲场子比较会的。也有柯文哲的场子是吧？你们这个你送我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想让我被打？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这个虽然是那个竞争对手，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的民主素养很好。我们这边呢也有国民党的人来，也有人直接穿柯文哲的那个外套来，就是支持他的是吧？对，那我们一样招呼他，我们都一概就是他就是来就是客人，所以不会被打啊，你放心。好的。对。哎呀，从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出来了啊，天已经有点擦黑了。我自己的感受啊，民进党真的会选举。你看他们设计的那些主视觉，也包括这 slogan 啊，就是一看就会让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会非常喜欢。就他们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比较贴心，也包括那些志工啊。就今天接待我的志工，他那介绍啊，一看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就是介绍什么内容，整个这个流程，一看就显然不是随机的、随意介绍的。他在介绍的过程中，就把民进党的竞选理念，也包括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希望通过这些文宣的产品传递出什么内容，他都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那就说明他这个竞选总部啊，本身他其实在设立的过程中是有一整套的训练方案的，不是随便找了几个人盯到这儿，每个人做什么工作，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整个的一套指导方案的。这个还是长期做选举啊，他们做出来的经验。如果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进过这种竞选总部的人嘛，我是一个外人嘛，第三者嘛，第三方嘛，所以你看我进了国民党的总部，也进了民进党的总部，那给我的感觉，那民进党的总部那跟选民之间的贴近性，那还是要远远高于国民党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个贴近性啊，就是它在这里头通过这个竞选总部传递这些民进党的竞选理念这方面，他做的真的要比国民党好得多。国民党虽然那个竞选总部啊，他也在努力的营造一些亲民的形象，比如说也有一些那些做游戏的地方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啊，那职工啊，但是他们没有把国民党现在的竞选过程中间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为选民带来什么，这些方面的内容啊，
就几乎没有，所以你只能体会到这些志工本身自己的那种热情。但是关于竞选理念来讲，还是太少了。哦，这是王家卫的电影啊，2046啊，这可以，这是很早的电影了。对，他这边就是放一些基础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重放的是吧？对，啊，哦，这是就是那文创区嘛，是吧？真的不错，我觉得民进党选的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点嘛。